这样的大型宴席经历过无数次，他最看重的却是一锅汤。今晚嗰100圍嗰啲飛緊水係嘛？啲燉湯嗰啲料。係啊，係啊。一定要飛透佢啊，撇乾淨嗰啲泡去，咪先湯會好濁㗎。哦，好嘅。这200斤老母鸡、30斤瘦肉、20斤鸡脚等汤料，不仅将制作出今天这场婚宴名贵炖汤的汤胆，还是许多菜式的调味关键。一盘香气四溢的金华火腿，是林浩斌给今天的汤准备的点睛之笔。加翻啲烘過金華火腿，底度啲吊出嚟個湯係特別香。呢度湯嘅份量比例咧，同肉嘅比例大概1比1嘅。这种肉水比例为1比1的汤，在粤菜里被称为鼎汤。鼎汤讲究汤色清亮无杂质，即便放入如此丰富的原料，粤菜師傅們還是有辦法讓湯變清。咁啊，依家嗱，我哋見到咧，平時依家就有啲氣泡慢慢飆上嚟嗰啲咧，就叫做蝦眼水。水嘅溫度咧，大概係喺97、8度左右啦，就煲3個鐘頭左右啦。起湯啦，睇睇啲湯先。3個小時後，鼎湯出爐，肉味飄香。啲湯啱煲起咗啦，要攞翻個紗布袋嚟隔一隔嗰啲湯，湯色咧會清好多嘅。咁啊頭先撈過，仲見到少少微粒喺度嚟。用鼎湯做湯膽，為名貴食材注入鮮美的味道，是粵菜的慣常做法。在味精沒有發明之前，菜肴的鮮味主要來自湯的提味。在各種調料大行其道的今天，廚師們依然保留着這門手藝，這是區別於外行人的制勝法寶。林浩斌深知宴席的核心競爭力依然是好味道，他最近研發的清湯系列菜式就需要火腿來點睛助力。林浩斌最常用的火腿來自浙江金華東陽的上江村，100多年的老字號依然保持着傳統的手工製作方法。冬至前後就是火腿製作最忙碌的時候。傳統的金華火腿最少經過2年的發酵才能出售，而用來製作清湯，林浩斌喜歡用5年以上的陳年火腿，味道更為濃郁。林浩斌今天試做的新菜都要吊清湯，先把雞肉和豬肉按1比1的比例剁成細膩的肉蓉。剁呢個肉蓉嗰陣時，一定要即係剁溶啲佢。咁因為剁得溶嘅話咧，佢就會係起膠。到時吊湯嗰陣時咧，就會將嗰啲湯嘅雜質會黐翻落去。其實我哋吊湯就係靠肉嘅蛋白質嚟吊翻清個湯去。小火慢烹1個小時，在這個過程中，肉蓉慢慢的結塊，用紗布過濾，最後得到清澈如開水卻鮮味濃郁的湯汁。準備妥當，終於可以試做新菜式了。第一道菜的主材僅僅是一塊小小的冬瓜，用材簡單，對刀工卻要求很高。係要切到差唔多係成絲咁滯，咁同埋切嗰陣時咧係唔可以切斷佢。用清湯扣淋20分鐘後取出，只見絲條自然散開，竟似一朵盛開的菊花。開水般的清湯滲進寡淡的食材，淡雅的外表下卻是香濃的滋味。第2道菜的食材豐富多彩。林浩斌把切成厚片魚球的黃腳魂魚
和其他配料一起铺好，再淋上混合了清汤和火腿汁的汤汁，放到110摄氏度的盐板上。清汤的火腿香味扑鼻而来，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冲击让人充满期待。清汤也可以用来焖煮调味儿，把莲藕切成剪纸窗花一般，藕不断，丝还连，卷上打成酱的虾肉，煎至金黄，倒入调好味的火腿汁清汤，焖煮入味儿，莲藕清爽可口，层次鲜明。研发新菜式的林浩斌总是充满激情，回到家里，则是难得的放松。林浩斌的母亲陈孝红是粤式面点大师，尤其擅长做象形点心。佢啲全部都骨針嚟嘅，係個先生用啲牛骨啊，一支支咁打磨出嚟嘅。呢啲又陪咗我哋走咗幾多年㗎啦。啊，每個紅蘿蔔整得好靚喎，妹嚇。開飯。好，飲湯飲湯。今晚買呢啲手勢一流啦，係嘛啦？啲絲停唔到嘅，因為啲人嘅工位嚟㗎，係咪好似？每年3月，张国玉都要到河源的老朋友吴克清那里去走一趟。当地大片种植的大蒜，就是他的目标。它那个经纬线跟开平那边那个金山蒜的纬度一样的，质量基本上也一样，蒜油浓度高好多，比北方那个蒜的辣好多。张国玉自称蒜子佬，在家乡开平一直用传统方式加工当地历史悠久的特产金山火蒜。但随着经济发展，开平种蒜面积已经大大缩小，他已经连续多年转到河源采购原料。吴克清同样做了几10年的火蒜，当年两地技术交流的时候认识了张国玉。这个仓库大概是8000斤左右吧。现在考虑时间呢是一个星期了。现在我们准备点火加工火蒜，先把稻草铺下去，用这个稻壳盖在上面。河源仍有一些家庭作坊加工火蒜，但在开平几乎只有張國玉一家在做了。佢已經做斷咗做37年斷啦。佢間嘢佢起碼要劃1、2年嘅前會慶最攞嘅船倉啦。清晨6點，張國玉和往常一樣到蒜廠上班。在河源收的當季新貨已經就位。燒田就2浸嘅禾初落去，谷段係要引回之。因為谷行呢就喺壓戰呢禾初呢就有個助燃作用，俾佢嚟黐火明火佢係一下就呢輪就熟嘅，好快噶啦。呢啲咁都已經咁犀利噶啦。啊，咁一路點咯。幾秒鐘功夫，煙霧就彌漫開整個房間。就這樣每天悶燻2輪，經過25天才能製作完一批火蒜。
焗過呢，佢係窩存嘅時間係長好嘅，佢起碼長要捱1年時間㗎。而呢佢以前係呢華僑捱出國，佢要捉緊換樹啊，各方面佢要唔下爛唔下成嘅。金山火團係嗰類要嘅。開平是著名僑鄉，在漂洋過海的路上，火蒜按摩着僑胞們的腸胃，撫慰着他們的鄉愁。火蒜製作功夫多，離不了人，每天燻出一身味兒，年輕人不願意入行。上世紀90年代風光一時、出口創匯的火蒜，現在已經幾乎沒有外貿訂單。這是張國玉親自設計的廠房，曾經最高年產量達3000噸，現在已經很少開工。做個膠咧又要換情嘢嗰個咯，即係放棄要可惜啊嘛，自己咪呢度係個堅持到落嚟。如今，他把火蒜進行再加工，經過60至90天發酵，製作成別具特色的黑蒜。黑蒜從外到裡都是黑色，質地綿軟，入口糯甜。火蒜剝開黑色外衣後，卻依然白白胖胖，只是水分變少，蒜油被逼出，口感更辛辣爽脆。張國玉不僅會製作火蒜，更喜歡研究用火蒜做菜。一有空，他就給家人做菜。在他家，火蒜不僅僅是香辛佐料，而且可以成為主角。比如火蒜焗瘦身鯇魚，大量火蒜讓鯇魚香味濃郁，而蒜頭本身變得綿軟可口。當地特色菜鹿鵝，加入大量火蒜，蒜頭吸飽鵝汁精華，入口即化，甚至比鵝肉還要誘人。而本身甜糯綿軟的黑蒜，與黑皮雞樅、豬頸肉同炒，營造出豐富的口感層次。廣東人家怎能少得了湯？黑蒜與新鮮羊肚菌搭配，給湯帶來醇香滋味，一碗下去，馬上妥貼腸胃。台山镇海灣擁有着珠三角地區面積最大的紅樹林，良好的生態、鹹淡水交界的地理優勢，使這裡成為生蠔生長的沃土。水道兩邊蠔排密布，這片海域面積3500多畝的生蠔養殖場，本地人許新柏和搭檔許廣綿在這裡養蠔5年多了。到了，有一線了。和插竹養殖的傳統方式不同，許新柏的養殖場用浮球釣養，這樣無論退潮還是漲潮，生蠔始終保持在水下，獲得充足的食物，更利於生蠔育肥。這批蠔經過3年以上養殖，已經長成大蠔。冬至後到清明前是品嘗的最佳時間。哇，咁你呢度高晒肥，都可以。我哋呢個養殖場咧個水質夠清夠深，啲水冇污染，養出嚟啲蠔咧，我哋都可以攞出嚟生食嘅。兩人隨蠔船滿載而歸，在岸邊卸貨後，人們就地起蠔。蠔殼堆積成山，這裡一直有養蠔的傳統，
几乎每家每户的生活都与蚝产生关系。如此大量的生蚝，也催生了它的衍生品的加工。当天捕捞的新鲜肥蚝运到徐新柏的加工厂里，工人们先把蚝肉清洗干净，蚝肉在网袋里冲刷得洁白如玉，最肥美的将被挑选出来煮好水。另一边，徐新柏和徒弟一起生火烧水，冲洗直径2米的大锅。徐新柏是家里第4代做蚝油的，自小跟着父亲养蚝做蚝油，干了10几年，早已獨當一面。啲水滾之後就倒啲鮮蠔落去，係約30分鐘左右。呢度就都有100斤蠔噶啦。把蚝肉和蚝水分离，蚝水过滤后备用。徐新柏要花2天时间，把2000斤鲜蚝煮成蚝水，才能凑够做一锅蚝油的材料。要煮出好的蚝油，不能心急。徐新柏晚上也要不时查看锅里的蚝汁。在连续不断的慢火烹煮下，锅里的水分逐渐蒸发，蚝水变成棕色的蚝汁。徐新柏和徒弟把这前2天煮好的半成品通通倒进锅里。2000斤蠔啦，煮成一鑊，最尾150斤到800斤左右啦。再经过半天慢煮，鲜香味儿在空气中飘逸。此时，真正的蚝油才被浓缩提炼出来。味公道，鮮甜。只用蚝和水，以时间雕琢，一种极富想象力的酱汁诞生了。除了蚝油，鲜美的生蚝还能制成蚝干，俗称蚝豉。蚝豉的广府话发音接近好事，是家家户户过年必备的调味食品。趁着天晴，徐新柏和大伙儿一起晒蚝。做蚝豉分为生晒和熟晒2种。徐新柏坚持用鲜蚝生晒，保留了蚝的精华，更为鲜甜。为了改变靠天吃饭的晒蚝方式，徐新柏琢磨出一种新辦法。要烹爐入幾個鐘，就係鎖住嗰啲油質，保持嘅鮮度。这样既可以保留传统日晒的风味，还能减少天气对蚝豉质量的影响，一举多得。除了蚝豉，徐新柏还做了另一种新产品——金蚝。呢就係6成乾啦，只要係煎、燜都得緊呢只。今天周末，2个儿子从100公里外的市区回到乡下。徐新柏长期在镇上经营生意，父子3人很少能见面。难得家人团聚，丰盛大餐自然是少不了的。蚝豉加入寡淡的西洋菜汤中，顿时有了海的滋味。金蚝要用小火慢煎，火候太过容易变焦变硬，相当考功夫。金蚝自带咸香味道，完全不用调味料便鲜美无比。蚝油焖猪手是当地的特色菜，肉香和蚝香交融，再淋上新鲜出炉的蚝油，
香喷喷，令人胃口大开。徐新柏最怀念小时候在白饭上淋上一勺蚝油，什么菜都不用，便觉得是人间美味。如今，徐新柏把家里传承下来的蚝生意经营得越来越好。蚝油不仅仅是他生活里的点睛之笔，更是一份感情深厚的事业。金秋10月是很多农产品收获的季节。与江西省交界的南雄市，有一种极具特色的植物，也进入了采摘的旺季。茶油树，这种独属于南方的油料树种，在中国已经有2300多年的栽培历史。霜降后，茶油果成熟饱满，是最佳的采集时间。日照充足的话，茶油果便可以裂开，露出里面的茶油籽，这才是人们用来榨油的关键。茶油籽还要经过个把星期的暴晒，越干越好，为榨油做足准备。走进这个有100多年历史的熟悉老屋，钟义金开始了榨茶油的第一步。烘茶籽，这是第一步啊。烘烤茶油籽儿看似简单，其实颇考功夫。烘得太干不好榨油，火候不够又难以逼出油脂。我们一般就舔这个手，摸一下，把这个茶籽压开来，看一下里面那个茶籽油，你看熬一下，那就是听得响，有点响了，然后摸去比较刷手的就干了。烘烤好的茶油籽儿送到另一边的碾压房里碾粉。这个100年历史的巨大石磨，最开始是以水力作为动力的，但年久失修的水车早已毁坏，只能人力代替。和机器研磨时产生的高温不同，这种原始的研磨手法保证了茶籽营养成分的稳定性。这些粉末被倒进木桶里，隔水蒸1个小时。待热气腾腾的茶籽粉一出锅，得马上包裹起来。把坯饼整齐码进榨木笼里，再把木楔子按顺序插入榨木笼，直到里面完全没有空隙。这不仅是体力活，更是技术活。这要有胆量，不要怕，要靠眼睛，靠这个技术。打下来的时候，那就要看定眼这个位置，打的也打得中，是这样。经过如此繁复漫长的工序，100斤干燥茶籽榨出的茶油却不到30斤。我们这个油现在榨出来的时候才10几度左右，机器榨的至少都有60度，等于是烧熟了。总的机器榨的油就没有这个油榨的那么好。来，
大伙儿今天终于吃上了新鲜茶油做的菜。茶油是植物油，色清不腻，并带有一丝烟熏与青涩的味道，尤其适合与肉类烹制。南雄人嗜辣，酸笋鸭是代表菜之一。茶油的加入，中和了辣椒与酸笋的燥热。茶油消除掉肉类的油腻，同时让油脂蕴藏的鲜味得到升华。南雄人酿豆腐别具一格，把芋头丝和猪肉末等做成馅料，混合茶油，再酿到豆腐干里蒸熟，清香扑鼻。一般食用油的烟点只有100摄氏度，高温煎炸时容易产生有害物质，但茶油的烟点达到200摄氏度以上，油烟少，尤其适合煎炸使用。南雄特色小吃油炸糍粑便是其中的代表。榨油季节告一段落，村里仅有的榨油师傅们终于能闲下来聊聊天了。过年主要去榨到点木油，木子油。过年煮呀，过了年将那个做食打一下。寒夜里，用晒干的茶油果壳做燃料，回忆着旧日时光，更希望茶油制作能由年轻人继承下去。